只因嫌麻烦没装宽带，602周姐就在业主群骂了我1个月，说我蹭她家 WiFi， 煽动全楼集体孤立我。我懒得解释，直接关掉自己桌上一台吃灰的路由器，全楼的网瞬间崩了。你猜，到底谁在蹭谁的？我叫林川，今年28，是名自由职业者，主营网络安全工作，日常帮企业查找系统漏洞，维护网络，偶尔接些私活，收入平平，好在时间自由。3个月前，我搬进了锦绣花园小区7号楼6015。搬来第1天，房东主动问我要不要顺便帮忙开通宽带，我说不用，嫌麻烦，要跑营业厅，要约师傅上门，还要等排期。我电话卡本来就办的流量大网卡，每月200G 不限速，干活够用了，每天就开几个终端跑数据，手机开个热点的事儿。至于那台路由器，是公司之前寄给我测试用的企业级设备，我到货那天随手插上电，配了个开放热点，做了组压力测试，测完就忘了关。WiFi 名叫 ChinaNet 5G Free， 就这么挂着，吃了3个月的灰，我压根没在意过这玩意儿。直到602的周立芳开始在业主群里骂我。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搬进来第2周，物业搞了个业主信息登记，其中有一栏是家庭网络接入方式，我填的是无。这张表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602周立芳手里。周立芳45、6岁，退休在家，平时没什么爱好，就是在业主群里发号施令。今天说谁家空调外机声音大，明天说谁家快递堆在走廊了。他看到我那栏的无，脑子里的某根弦啪的一声断了。当天晚上业主群炸了。各位邻居注意了，601新搬来那个小伙子根本没装宽带，但他天天在家上网，你们说他的网哪来的？我看到这条消息愣了一下，但群里已经热闹起来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不装宽带怎么上网？501的小张，你也太贱了！现在流量多贵，就拿人话结婚呀！你有流量在家上网，他只是蹭别人家的 WiFi， 就蹭我家的，我家信号最强。我看到小张2个字笑了一下。张建国今年42了，但在周立芳嘴里，整栋楼的男人都是小茬。群里又跳出几条消息。有点慢。看吧，不丑又不要脸，自己不装宽带在家网，我看监控都卡了。我又看了一眼，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懒得解释。理由很简单，跟一个已经认定你有罪的人解释，是世界上最浪费时间的事。况且，清者自清。又卡了，监控画面一顿一顿的，某些人能不能有点公德心？我老公说了，蹭网严格来说算违法，可以报警的。建议601的那位，要么装自己的管大，要么搬走。赵姐是最积极的，每次都第一个冒出来点赞加评论。周姐说的对，这种人就不该住我们这种小区。我翻了翻聊天记录，发现赵姐和立芳平时关系就好，经常约着一起跳广场舞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准备睡觉，门口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开门一看，门上贴了张 A4 纸，用红笔写着。我把纸撕下来，翻到背面看了看，背面是打印的广场舞报名表，周立芳专属。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，关门睡觉。第2天一早又贴了一张，这次写的是做人要有底线。我把它贴到了对面602的门上。当天中午，周立芳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语音，足足60秒，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话：601那个人不但蹭网，还敢挑衅我，明天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，谁来给我作证？我去。算我一个。周立芳的声音穿透力极强，隔着防盗门都震耳朵。我翻身下床，眯着眼把门打开，门口站了4个人。C 位是周立芳，穿着碎花连衣裙，双手叉腰，气势汹汹。左边是赵姐，抱着胳膊，嘴角带着看好戏的笑。右边是302那个中年男人，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。最后面站着物业的小王，表情极其尴尬，看得出是被硬拉来的。就是你，你说你天天在家上网，网是从哪来的？流量卡。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流量卡那点流量能干嘛？我办的大网卡200G。我儿子说了，200G 的流量光看视频2天就用完了。对对对，没做亏芯片怕什么？赵姐连连点头，302男人没说话，但跟着点了点头。要不大家坐下来好好说。物业小王在后面小声说：做什么做？做什么做？周立芳一回头，小王立刻闭嘴。我的电脑里有客户的商业数据，不能给外人看。你要是不信我用流量卡，我可以把卡拿出来给你看账单。我转身回屋，拿了手机，打开运营商 app， 翻到当月账单。我把屏幕对着它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当月已用流量 147.6G， 本月套餐 200G。 周立芳看了一眼，脸上闪过一丝动摇，但只有一谁知道你是不是 P 的？现在 P 图多方便。对，我孙子就会 P 图，分分钟的事儿。我把手机收回来，看了他们一眼。行，那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。说完了。我关上门，身后传来周立芳高八度的声音：你看看他这态度，心虚，绝对心虚。我跟你说，这
这种人就是脸皮厚，回头我就找物业经理，让他装宽带，不装就搬走。门外叽叽喳喳了好一会儿。当天下午，业主群里出现了一条重磅消息。我翻着聊天记录，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张建国是唯一一个没附和的人，他只发了一个嗯，但也没帮我说话。我放下手机，无所谓，我又没蹭谁的 WiFi， 爱改不改。但接下来这一周的日子，气氛诡异了起来。周一早上，电梯门开了，里面站着赵姐。她看到我，笑容瞬间凝固，下意识往角落挪了2步，目光盯着电梯门，全程没说一个字。电梯里静的能听到钢闪摩擦的声音。到1楼，门刚打开一条缝，她就侧着身子挤了出去，走出去3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种眼神就像防贼的。哥，外卖放门口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我点了份外卖，烧烤。等了40分钟，外卖小哥打电话说放在门口了。我开门一看，门口啥也没有。下楼问了一圈才知道被人误拿了。物业说那天电梯口的监控正好在维护，没录到。周3，我在电梯里遇到了702的李叔。李叔以前见我还会点头打招呼，虽然我压根不认识他。这次他直接把脸转向另一边，掏出手机假装看消息。手机屏幕是黑的，他都没解锁。周4，快递库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人投诉我长期占用葛斐，要求我当天取走所有快递。我就一个快递在里面，昨天刚放进去的。周5，业主群里周立芳又发了一段话，下面清一色的已阅。我对着手机屏幕深呼吸了一下。我关掉手机，看了一眼窗外，楼下的广场上，周立芳正带着一群人跳广场舞，音响声隔着双层玻璃都能听到。我拉上窗帘，把外卖盒堆到角落，继续写代码。这一周，整栋楼跟我说过话的人总共2个，一个是每天送快递的小张，但他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。上次给他开门拿件，他探头往我屋里瞅了一眼，然后问了句：哥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写代码的。哦，他点点头，那个眼神明显在想，写代码能有什么钱？难怪装不起宽带。第二个是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，50多岁，喊我小林，她倒是没什么恶意，但有一次结账的时候多嘴问了一句：小林啊，你们楼上那个周姐说你蹭人家 WiFi 是不是真的？假的。不过你一个大小伙子装个穿戴也不贵，省得人家说闲话嘛。哦，周立芳在群里骂了我整整30天，平均每天2到3条，多的时候5、6条。302男人偶尔冒泡，添一句是该管管了。其他住户大部分沉默，但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表态。我始终没在群里回过一个字，不是因为大度，纯粹是懒。1周后，楼里23户人家全都改了密码，有的改了2遍，有的直接换了路由器，还有一个狠人把 WiFi 名改成了601别蹭我的网。我看到那个 WiFi 名的时候，正躺在沙发上喝可乐，差点呛着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准备洗澡，门铃响了，不是砸门，是正常按的，而且只按了1下。这个门铃的节奏跟周立翔完全不一样。我穿上裤子，开了门。林老弟，在家呢？我来看看你，顺便送点橘子。我看了看橘子，又看了看他。一个跟我说过不超过10句话的邻居，突然登门送橘子，有鬼！张建国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，屁股只沾了1/3，整个人前倾着，像是随时准备起身跑路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接过去，没喝，捧在手里搓了搓杯上的水珠。那什么，林老弟，张哥有话直说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段时间，咱们楼的网好像变慢了？我没装宽带，不知道。哦，对，我是说，我家的网改了密码以后，好像比以前还慢了。改密码跟网速没关系。我也觉得不应该啊，但确实慢了，而且不是慢一点。我老婆追剧都开始转圈了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找运营商查查。查了，人家说线路没问题，让我重启路由器，重启了没用。他说着，目光不自觉地飘向我桌上的那堆设备。我的工作台上摆着3台显示器，1台主机，2台笔记本，1个信号分析仪，还有1台吃灰的企业级路由器，黑色的，方方正正，上面亮着几个绿灯。林老弟，你这些设备工作用的。你做什么工作来着？网络安全。网络安全？就是那种抓黑客的，差不多吧，帮企业做安全防护的。那你懂网络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废话，做网络安全的肯定懂网络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家网到底怎么了？可以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林老弟，
周丽芳在群里说改密码以后监控好一点了，但我上周碰到她老公，她老公说家里监控还是跟以前一样卡。一样卡？对，一直都卡，不是最近才卡的，搬进来就卡。搬进来就卡？她老公原话是，那破监控就没清楚过。我扭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台路由器，绿灯一闪一闪的，安静的工作着。3个月了，它在那儿亮了3个月，我一直没管过它。张哥，你先回去，我查点东西。张建国走了，我坐到工作台前，把转椅拉近，打开了那台路由器的管理后台，密码是默认的 admin， 我3个月前测试完就没再碰过这东西。后台界面弹出来，我点开了已连接设备列表，一页没显示完，我往下滑，又滑了一下，17台设备，有3台是我自己的，剩下14台。我盯着屏幕上的设备名称列表，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赵淑芬的华为，这是803赵姐；李叔 D-Pad， 702李叔；302客厅电视，那个302男人；OPPO 建国，张建国，就是刚才那个送橘子的张建国。我往下翻，周丽芳的 iPhone，602的周丽芳，在业主群里骂了我1个月蹭他 WiFi 的周丽芳，他自己的手机此时此刻正连在我的路由器上，蹭的是我的网。我又翻了翻连接记录，这台设备首次连接时间3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，从我插上这台路由器的第一天，周丽芳的手机就自动连上了。因为这个热点是开放的，不需要密码。WiFi 名叫 ChinaNet 5G Free， 看起来就像运营商的免费公共 WiFi。全楼17台设备都是这么连上来的。大家以为自己连的是公共 WiFi， 实际上连的是我的路由器。所以周丽华家监控卡不是因为有人蹭了他的 WiFi， 是因为他自己的宽带带宽不够。但他手机一直连着我的路由器，日常使用没问题，一旦断了我的网回到自己的宽带，当然就卡了。全楼改密码改了个寂寞，因为蹭的根本不是他们的 WiFi， 而是我的。我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，骂我骂的最凶的那个人蹭的最多。我想了想周丽芳这1个月的嘴脸，想了想门上贴的那2张 A4 纸，想了想电梯里赵姐防贼的眼神，想了想被误拿的烧烤外卖，想了想李叔对着黑屏手机假装看消息的样子。我松开了手，不急，有意思的事情得慢慢来。我先截了张图，把所有连接设备的名称、MAC 地址、首次连接时间、累计流量全部截了图，存了3份。然后我给张建国发了条微信，张哥，你家网慢的原因我知道了，明天再说。张建国秒回了一个问号，我没理他，关了灯上床睡觉。这一觉睡得特别香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打开路由器管理后台，进入流量统计页面，把每台设备的详细用量拉了出来。数据很有意思，排名第一的设备周丽芳的 iPhone， 3个月累计消耗流量 487G， 比剩下10台设备加起来还多。我点击进去看了流量构成，视频流媒体占了 82%。 我合理怀疑周丽芳每天抱着手机追剧，连的就是我的 WiFi， 因为我的是企业级路由器，信号穿墙能力极强，网速也快。她用着比自家宽带快3倍的网速追剧，舒舒服服。直到有一天她发现601的新邻居竟然没装宽带，这个信息戳到了他的什么神经，我才是心虚。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在蹭一个来路不明的 WiFi， 所以当他发现601没装穿带时，第一反应是把蹭网这顶帽子先扣到601头上，先下手为强。我把数据整理好，存进 U 盘，然后给物业刘哥打了个电话。刘哥，忙吗？不忙，雷老弟，什么事儿？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帮我查一下602周丽芳家的宽带是哪家的，什么套餐？这个我能查到入户信息，但具体套餐得问运营商。怎么了？查到告诉我一声就行。20分钟后，刘哥回了消息，我就说嘛，50买亩的宽带装了6个监控头，光监控就得吃掉大半带宽，再加上日常使用不卡才怪，这跟蹭不蹭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家的问题从头到尾就一个，太抠了，舍不得升级宽带。我把刘哥发来的信息也截了图，证据链完美。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玩？我想了想，拿起手机给张建国发了条消息。半小时后，张建国回了条语音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急切。有空，几点？下午6点，张建国准时出现在我门口，这次没带橘子，但带了2罐啤酒。我让他坐下，打开电脑，把路由器后台的连接列表调了出来。张哥，你看这个。张建国凑近屏幕，一行一行往下看。看到 OPPO 建国的时候，他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下看。看到周丽芳的 iPhone 的时候，他猛地抬头，张大了嘴，整个人定在那里。我靠，李老弟，你这个 WiFi 是你的？
这个 China MT 的5G Free 是你的，我还以为是运营商搞活动的免费 WiFi 呢，我连了3个月了。你不是唯一一个，全楼17台设备都连着呢。他也连着3个月用了487G， 全楼第1名。张建国一屁股坐了回去。所以他骂你蹭他 WiFi， 结果他自己一直在蹭你的。对。我的天，林老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张哥，你配合我做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明天上午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凑近他嘴边说了一句。第二天周六上午10点，全楼的打工人都在家，业主群一片祥和。周丽芳发了张广武的合照，配文：美好的周末从运动开始，姐妹们棒棒哒。赵姐回了一排玫瑰花表情。10点15分，张建国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各位邻居问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咱们楼里有个叫 ChinaNet 负5G 减 Free 的 WiFi？ 我之前一直连着这个，今天突然搜不到了。这条消息发出去，群里安静了大概30秒，然后那个 WiFi 我还以为是物业装的呢。我也连了好久了，以为是运营商的免费 WiFi， 一下子冒出来10几条，全都是之前沉默的住户。原来大家平时都不怎么说话，一提到免费 WiFi， 全活跃了。物业小王在群里回了一条，物业没有装过公共 WiFi。周丽芳在这段时间一个字没说，我盯着群消息，能想象她此刻的表情，大概和我第一次看到她名字出现在连接队表上时一样。张建国又发了一条，群里又沉默了。如果信号源在6楼，而602的周丽芳天天骂601蹭网，那要么是601的 WiFi， 要么是602的 WiFi。如果是602的，那他骂人蹭他 WiFi 就说得通。但问题是，这个 WiFi 是开放的，不要密码。谁会把自己家 WiFi 设成不要密码？而且周丽芳自己说过，她改了密码，改的是她家那个有密码的 WiFi。那这个没密码的 ChinaNet 5G Free 到底是谁的？我把路由器的电源拔了，就在张建国发完信号源在6楼的第40秒。17户里有14户冒了出来，纷纷表示网速断崖式下降，因为他们的手机、iPad、智能电视，甚至孩子的学习平板之前全连着我的 WiFi。现在我关了，他们自动切回各自家的宽带，而各自家的宽带显然没有企业级滤容器的5G 网络好。这时，周丽芳终于出声了，只有5个字，但这5个字来得太慢了。等等，如果那个 WiFi 是601的，那周姐你不是？我从来没连过什么乱七八糟的 WiFi， 我一直用的自己家的网，你们不要在这里含沙射影。就是，周姐怎么可能蹭别人 WiFi？ 你们别乱说。群里有人发了个呵呵的表情，气氛突然微妙起来。我掏出手机给物业刘哥发了条消息，刘哥回了个 OK。半小时后，我家客厅里坐了3个人，我、刘哥还有张建国。我把路由器插回了电源，打开管理后台，把所有的连接设备列表、每台设备的累计流量、连接时间全部调了出来。刘哥看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戴上，又看了一遍。林老弟，你确定这些数据后台原始日记没法篡改？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现在就让你看实时连接状态。我按了刷新，页面跳了一下，在线设备4台，3台是我的，第4台还连着。我刚才插回电源的，他手机设置了自动连接，一搜到信号就自动连上来了。林老弟，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不打算处理啊，但周丽芳骂了我1个月，还在我门上贴纸条，煽动全楼孤立我，导致我外卖被人拿走，快递柜被人投诉。刘哥不说话了，我看着刘哥，我没想追究什么，但这些数据我觉得大家有权知道。刘哥，你是物业经理，这件事是602挑起来的，现在闹得整栋楼乌烟瘴气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按规定，邻里纠纷物业可以介入调解，如果你同意，我可以组织双方。不用，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就行。我打断他，我把数据截图发群里。你是物业，你发比我发有公信力。刘哥又沉默了一下，掏出手机花了10分钟编辑了一条消息，措辞相当官方，但核心内容一刀见血。该设备释放了一个名为 ChinaNet 5G 的 WiFi 信号，据后 WiFi 自3个月连开启以来面纠了设备连接使用。以下是连接设备列表，列表很长，17个设备名称，每个名称后面跟着首次连接时间和累计使用流量，排第一的那个用红色标注了。业主群里安静了整整2分钟，我数着秒，第1分钟没人说话，
最后这条是赵姐发的，那个之前每条都给周立芳点赞，每条都跟着附和的赵姐，此刻站到了对面，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。一口气发了6、7条，群里没人接他的茬。张建国在我旁边看手机，嘴角咧到了耳根。确实有，原来我蹭的是601的，不好意思，林兄弟。我也有，抱歉。所以周姐，你也查查呗。周姐发个截图。周姐，你的487G 想解释一下吗？我的手机可能是被自动连接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 WiFi， 而且我主要用的是自己家的宽带，偶尔自动连一下别人的 WiFi， 不代表我故意蹭网。601不装宽带是事实，我怀疑他蹭网没有错，是出于对小区公共秩序的维护。487G 叫偶尔，偶尔？我才用了12G， 排名倒数第一。周姐，你用了487G 排第一，你这个偶尔的标准，我真的达不到。你们笑什么笑？谁的手机不会自动连 WiFi？ 而且那个 WiFi 信号那么强，我手机自动切过去很正常。你们不要转移话题，601不装宽带就是不对。周姐，人家用流量卡200G 一个月，人家有自己的上网方式，而且人家是做网络安全的。做网络安全的？所以我们冤枉人家了？岂止冤枉，人家白白给咱蹭了3个月网，还被骂蹭别人的网。做网络安全的不装宽带，被骂蹭 WiFi， 这个故事我要是说出去没人信。你们等着，你们都等着！林老弟，他退群了，他退群了！我放下手机，起身走到阳台。楼下的广场上空空荡荡，周立芳今天没有去跳广场舞。退群之后的周立芳消停了2天，但故事并没有结束。第3天，我大学同学王胖来找我。你这屋子够乱的啊！方便面箱子、可乐罐子，你过的是人的日子吗？凑合，得了吧你，年薪100万凑合个什么？哎，你看到你们小区业主群的事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传疯了啊！你们业主群的聊天记录截图被人发到网上了，一个邻居骂另一个邻居蹭 WiFi， 结果自己才是蹭网大户，阅读量都破100万了。谁传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们楼里的人呗。这种八卦谁忍得住？不装宽带，做网络安全的。我操，是你！就是你被骂了1个月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网红了？全网都在找601男神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你不知道，有人把你的故事编成段子了，做网络安全的不装宽带，给全楼免费 WiFi 还被骂蹭网，你就是互联网嘴替啊！不过说真的，你要不要出来说2句？现在风向完全站你这边，你要是出来发人，这波流量，不要，嫌麻烦。你这个人永远2个字儿，嫌麻烦。行吧，你继续当你的咸鱼，不过你那个邻居够呛了，网上都被扒了。当事人601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请大家不要人肉602，谢谢。都是邻居，没必要闹太大。601本人？真的假的？大哥，你脾气也太好了。林老弟，有个事跟你说。群截图是你传的？我发给我老婆看了，我老婆又发到他们的姐妹群了，然后就
行了，传了就传了。对不起啊，无所谓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还有个事儿，周立芳今天来找物业闹了一场。闹什么？她要物业删帖，说侵犯她隐私。物业说那帖子不是物业发的，跟她没关系，她就闹。后来她老公来了，把她拉走了。她老公怎么说？她老公一个字没说，脸色铁青。听说回家以后两口子吵了一架。好了，这事儿到这里就行了。林老弟，你人真好。人不人的不重要，我真的就是嫌麻烦。小林，我来跟你道歉。之前在群里说你蹭网，是我搞错了，我不该不了解情况就乱说，也不应该煽动大家孤立你。进来坐吧。不用了，就是来道个歉，东西你收着。周姐，你家监控卡不是因为有人蹭你的网，是你的宽带套餐太低了，50码带不动6个摄像头，打100万号升级成200M 的就好了，1个月多几十块钱。还有一件事，网上那个帖子我让人删了，你别太在意。谢谢。不用。哎，601林川，林老弟，今天晚上1楼大堂搞烧烤聚餐，你来不来？张哥出肉，我出菜，李叔带酒。嫌麻烦？你少来，今晚你必须到，橘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林老弟，你是不是又关路由器了？顺着就闲的，我这边网又慢了。各位，装宽带不贵，真的。601，我先干为敬，感谢你的 WiFi。小林啊，之前的事儿我也跟着周姐起哄了，对不住。没事儿。这人怎么什么都没事儿？嫌计较。林老弟，你以后就是咱整栋楼的亲兄弟。以后谁再欺负601，全楼出动。小林，你这个人不错，年轻人里少见。